重启 B-52核打击，美军再添杀手锏。美史上最强双航舰部署中东，随时开战。乌基光武器首秀震撼战场，超远程导弹攻俄核心。炮兵逆袭，乌产能暴增50%，压制俄军。美全球布局，台海对峙或迎最危险阶段。最新报道显示，美国核力量正在迎来一次潜在的复兴行动。据 The War Zone 指出，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表示，一旦接到总统指示，现役义勇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重新配置为多弹头模式， B-52轰炸机机队也能全面恢复核打击能力。这在技术上意味着，美国将把战略核力量的灵活性和威慑能力推向新高度，同时也是对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到期后的迅速反应。目前，美国部署在5个州地下发射井中的400枚义勇兵3型导弹，每枚仅携带1枚 W78 或 W87 核弹头。76架现役 B-52H 轰炸机中，有30架因条约限制仅保留常规打击能力。条约到期，让美国得以重新聚焦和威慑任务。FTSK 发言人强调，部队已具备训练与能力，在总统下令的情况下，不仅可让义勇兵3型重返多弹头配置，还能将整个 B-52机队转为核与常规双重打击平台。MORO 能让1枚导弹携带多枚弹头，分别打击不同目标。历史上，义勇兵3型早期部署时就曾采用3枚 W78 弹头配置，每枚当量约 33.5 万吨 TNT。后因军控条约限制，逐步改为单弹头设计。相比之下，早年退役的 LGM-118A 和平守护者导弹曾可搭载多达11枚 W87 核弹头，理论当量可调至 47.5 万吨 TNT。然而，重新上载多弹头并非轻松操作，尚不清楚所需时间、成本以及是否有足够 W87 弹头可供使用。部分导弹可能需要重新安装可承载多弹头的2级载具。美国前战略司令部司令、退役空军上将科顿曾在参议院表示，需要严肃评估可行性及条件。这一决定还可能影响正在研发的 LGM-35A 哨兵导弹，其原规划每枚仅搭载单弹头，但因基础设施升级、成本激增与研发延迟，该计划目前仍在调整中。相比之下，让 B-52恢复核能力在技术上更为直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早年为履行条约，移除了 B-52的核启动线路，并加装封存板及线路抑制装置，但这些改动可逆，现役 B-52H 仍可快速恢复核打击能力。退役军官冈辛格分析，相关线路和硬件大多仍在，使得核能力恢复并非难事。然而，民主党众议员史密斯指出，这将耗费大量资金，尤其是在 B-52机队正进行延寿升级至2050年的情况下，增加核任务意味着额外开支。B-52现有核武载具为 AGM-86B 空射巡弋导弹，其升级替代型 AGM-181A 远程防区外导弹正在研发，未来也将配备于 B-21突袭者逆踪轰炸机。随着 B-52完成引擎、雷达等升级后，将改称 B-52J， 服役预计可延续至2050年代。条约到期后，美国核部署不再受双边上限限制，理论上可更自由地强化战略威慑。美方仍希望推动新军控协议并纳入中国，但北京多次拒绝参与，并被指控进行秘密高强度核试验，令谈判前景愈发复杂。另外，美军最新军事部署再度升级。美国海军正式派遣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首舰福特号前往中东，与区域内已部署的林肯号组成罕见的双航舰打击群。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这一调动主要是为应对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时也在美伊核谈判的敏感时刻向德黑兰施加战略压力。福特号作为第3代福特级航舰，不仅排水量和动力系统均超越以往任何航舰，还能搭载数十架各型战机与侦察机，显著提升美军空中打击频率与灵活性。先前有军事观察人士猜测，美军可能派出布什号或2栖突击舰，但美方此番直接出动战力最强的福特号，显示华府对中东局势的高度重视。
报道指出，福特号过去曾在中东及加勒比海执行针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行动及油轮扣押任务，单次离港就超过200天。虽然长期部署对官兵压力大，但其卓越的作战记录和技术装备使其能快速融入现有战区指挥体系，与林肯号及其他9艘军舰形成强大的联合打击力量。美国官员强调，这次双航舰部署并非单纯的象征，而是为了随时支援可能的军事行动，确保在谈判破裂或局势恶化时，美军能立即发动精确打击。川普总统也曾表示，若伊朗不遵守协议，后果将非常惨重，暗示华府正以军事部署为后盾，施加外交压力。俄乌战场的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正通过跨代技术寻求战场突破。据大西洋月刊报道，历经2年研发的太阳射线激光武器近日完成首次公开测试。现场记者描述，这套激光系统启动时几乎无声，无可见光，数百码外的小型无人机在几秒内被精准命中并燃烧坠毁。该系统体积紧凑，可安装在皮卡车上，瞄准装置外形类似普通望远镜，隐蔽性极强。乌克兰军方高层对这种定向能武器寄予厚望。基辅防空指挥层透露，单套系统成本仅数十万美元，远低于传统防空导弹，同时无需依赖弹药补给，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在无人机密集的现代战场上，激光武器有望成为低空目标的天敌，填补近程防空体系的关键空白。除了激光武器，乌克兰空军也在经历结构性升级。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近日宣布，未来将接收约250架新型战斗机，包括150架鹰狮战机和100架阵风战机。这意味着乌克兰空军将正式迈入第4代战机时代。事实上，乌克兰空军现代化早已启动。自2024年接收首批西方战斗机后，作战能力明显提升，多次执行跨境打击任务。在最近一次防空作战中，乌军飞行员成功拦截俄军巡航导弹，显示新型作战体系逐渐成熟。其中，鹰狮战机因起降条件要求较低，更适合乌克兰战场环境，也将成为未来乌军空战体系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随着俄乌战争持续推进，战场局势正呈现多层次、高强度的动态化发展。俄罗斯内部的情报与军事系统也出现了显著裂痕。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近期一名来自俄罗斯雅库特的军官投奔乌克兰，并直接领导起乌方的西伯利亚营。这位前格鲁乌精锐成员的投诚，凸显了俄军内部矛盾及对乌克兰吸引力的上升。西伯利亚营主要由雅库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组成，是俄罗斯3大反对军之一。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反对力量也开始采取具体行动。在科斯特罗马地区，俄自由军团成功摧毁了一座关键通信塔，导致第50战略武器库失去通信联系。该地点距莫斯科仅约300公里。这一行动清楚显示，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后方正逐渐变为高风险灰色前线。未来，莫斯科及其周边可能频繁遭遇无人机和导弹的间歇性空袭，乌克兰特工与游击武装也将活跃在关键目标附近，形成持续干扰与破坏态势。最新动态显示，莫斯科本地的能源设施也遭到攻击。据俄媒麦什报道，2月13日晚间，莫斯科一座火力发电厂突发大火，浓烟与火光清晰可见，爆炸声不绝于耳。事件原因尚未公布，但不排除与乌克兰无人机或导弹行动有关。这与乌军近期针对伏尔加格勒、乌赫塔等地炼油厂及军火库的超远程打击行动形成呼应。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成功命中科特卢班炮兵总局弹药库，并让距离2000公里的乌赫塔炼油厂关键蒸馏装置受损，显示乌克兰已能成熟执行远程精准打击。根据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史米加尔的数据，乌克兰国防工业在2025年的产能相比2024年实现了惊人的50%增长，总产值达到1800亿格里夫纳，而2024年仅为1220亿格里夫纳。这种飞跃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直接反映在火炮和弹药生产线上。乌克兰每月可生产40门伯赫达纳系列155毫米榴弹炮，
自2023年投产以来，总产量已突破650门，而总损失仅为55门。这意味着乌克兰在炮兵装备上的实力显著增强，作战持续性也得到保障。不仅数量可观，乌军炮弹的供应也不断优化。乌克兰装甲车辆公司首席执行官弗拉迪斯拉夫·贝尔巴斯表示，北约标准155毫米炮弹价格极具竞争力 ，M107 高爆破片弹仅2500欧元 ，L15 炮弹3000欧元，远程炮弹5500欧元。相比西方市场通常4000至8000欧元的同类产品便宜不少。这意味着乌克兰不仅在生产量上追赶对手，还在成本控制上形成优势，为持续作战提供坚实支撑。当然，快速扩张也带来质量隐忧。此前，乌军使用的国产120毫米迫击炮弹出现出膛急炸事故，但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炮兵们通过调整发射方式、分批拉发等手段来规避风险，确保火力不中断。这种边生产边实战的模式，既体现了乌军的战场韧性，也凸显出现代战争中效率与安全的微妙平衡。相较之下，俄罗斯的炮弹供应正面临结构性困境。过去，第三国曾向俄军提供大量库存弹药，但这些积压多半已消耗殆尽，且老旧库存往往需要2次加工才能使用。即便新工厂全力生产，效率仍落后于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与此同时，西方炮弹产能不断提升。德国今年计划生产超过150万发155毫米炮弹，甚至超过美国。全球可供应的炮弹总量约160亿欧元，其中大部分将源源不断流向乌克兰前线，其余用于补充盟军库存。炮弹供应增加意味着价格下降，这对乌克兰是重大利好。而俄罗斯虽然仍可通过情报渠道获取部分弹药，但大部分已转为北约标准苏式炮弹稀缺。前线俄军频频抱怨装备性能落后。乌克兰火炮的优势不仅在数量，还在精度、射程和反应速度上实现弯道超车。随着俄军无人机在星链被禁用后，打击纵深能力受限，乌军重装备损失预计下降。如今，两军在炮兵火力对比上已接近甚至出现局部逆转。战争初期，俄军10:1甚至20:1的炮兵优势不复存在。乌克兰因此可以持续打击俄军，同时在炮兵战线上掌握节奏，为前线作战创造更多战术空间。全球炮弹援助计划仍存在变数。例如，捷克主导的炮弹计划原计划为乌克兰采购价值50亿欧元的炮弹，但截至目前仅筹集到14亿欧元，原因可能与政府换届和行政调整有关。不过，考虑到西方4年来大幅扩展军工产能，以及全球可供应的炮弹储备，仍有足够时间弥补缺口。整体来看，乌克兰炮兵体系正进入一个高效且可持续阶段，其火力不仅能抗衡俄军，更在成本、精度和反应速度上体现明显优势。与此同时，尽管西方制裁持续收紧，财政收入承压，俄罗斯却在逆周期时扩张军事实力。来自《金融时报》与军事分析机构 Frontelligence Insight 的数据显示，2025年俄军工系统生产了超过700万发炮弹、迫击炮弹及火箭弹，比2024年的约450万发大幅增长。俄罗斯借助更多财政资金，不断增加炮弹装配线、推进剂生产线及炮管制造设施，同时依靠情报系统和灰色贸易网络，从欧洲和亚洲获取部分高精度机床与关键工业设备。这既显示出俄罗斯规避制裁的能力，也暴露出10余年的进口替代战略未完全成功。然而，高强度扩张也带来隐患。俄罗斯知名军事博主 Flighter Bomber 曾呼吁边境居民对偶尔掉落的炸弹多一些理解，并称这些事故完全属于弹药故障。近年来，多起安装滑翔制导套件的俄军航空炸弹在别尔哥罗德州意外坠落，部分炸弹未爆，但也有发生爆炸的情况。这些炸弹通常重达500公斤甚至更高，一旦落入居民区，后果可能极其严重。别尔哥罗德之所以频繁成为焦点，是因为这里不仅有大量军事设施，也是俄军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通道。乌克兰打击当地能源设施、交通节点或军用仓储系统都具备明确战术合理性。更复杂的是，部分俄军自身弹药事故造成的损失，往往被归咎于乌克兰无人机。
这种信息混乱不仅加剧了战场认知战，也反映出现代战争中舆论与心理战的重要性。真实战损、事故责任与宣传叙事交织，使战争信息环境更加模糊。最近，美国围绕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风险明显开始加快整体军事布局，而且动作相当密集，甚至主动把战线往盟友国家延伸。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把最多4艘核动力潜舰部署到澳大利亚西澳洲的斯特林海军基地，最快可能在2027年就会有第1艘潜舰进驻。简单来说，这个安排几乎已经摆明，是为了应对中美如果真的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所做的提前准备。美国看重的其实是斯特林基地非常关键的地理位置。一旦台海或南海局势升温，这里就可以成为美军核潜舰前往战场前的重要补给站和维修港口，相当于一个靠近前线的中继站，甚至避风港。而澳洲政府为了配合这项计划，也已经砸下数十亿美元，升级基地设施和周边维修系统，全力铺路迎接美军进驻。《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这一步其实象征着美澳军事合作正在迈向更深层次整合，背后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强化对中国的战略牵制能力。对美国来说，把潜舰前推到西澳，不但可以大幅缩短航行到台海和南海的时间，还能减轻原本集中在关岛、珍珠港以及美国本土维修基地的巨大压力。尤其美国近年造舰和维修能力持续吃紧，海外维修节点的重要性正越来越明显。这整套部署其实被纳入 AUKUS 安全合作框架之下。根据协议内容，澳大利亚预计在2030年代初期会陆续从美国获得核潜舰技术，甚至舰艇本身。不过，外界一直担心美国造舰进度严重落后，未来能不能如期交付仍存在很大问号。美军核潜舰部队指挥官林肯·雷夫斯泰克就曾坦言，如果潜舰在战时受损，关键不是有没有受伤，而是能不能迅速修好再投入战场。而斯特林基地正好可以补足关岛与珍珠港现有维修体系，让美军保持持续作战能力。从地理上看，斯特林基地距离澳洲珀斯大约1个小时车程，这几年逐渐变成美军和盟友推动军事融合的象征性据点。澳洲政府除了扩建基地，还额外投入大约56亿美元建设训练中心、军眷住宅、核潜舰专用码头、核废料处理系统和电力设施，另外又追加84亿美元，在亨德森防务工业区打造先进造船和维修能力，甚至规划建设可以执行高阶维修作业的干船坞。不过，这些宏大计划对从来没有操作过核动力潜舰的澳洲来说，其实挑战非常巨大。干船坞能不能准时完工，工程预算不断膨胀，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以及当地居民对核废料处理与住房压力的担忧，都成为争议焦点。西澳绿党议员索菲·麦克尼尔就直言，当地原本宁静又漂亮的海岸线，正在一步步被推向变成庞大的美国军事基地。而澳洲前总理特恩布尔也公开质疑，在澳洲自己还没有核潜舰之前，就允许美军核潜舰进驻，是否真的符合国家利益？甚至认为 AUKUS 可能涉及某种程度的主权让渡。更敏感的是，《华尔街日报》还提到，未来澳大利亚西澳洲的斯特林基地有可能成为美军执行海上封锁的重要战略枢纽。一旦冲突爆发，美军潜舰可以从这里出发，干扰甚至切断中国重要贸易航线。除了澳洲方向，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也同步加速。美国计划在2026年夏季正式启用菲律宾苏比克湾作为重要战略据点，加强应对中国海上民兵的灰色地带行动。根据 USI News 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司令罗杰·透纳在圣地亚哥论坛上证实，美军正逐步在苏比克湾预先储备车辆和军事装备。这样一来，一旦发生危机，美军就可以大幅缩短补给时间，迅速展开前线机动部署。透纳强调，针对中国海上民兵骚扰，美军早就准备好多套应对方案，确保补给线和部队机动不会受到阻碍。不过，他也透露，苏比克湾目前面临相当严重的情报渗透压力。去年，菲律宾警方曾逮捕涉嫌监控美菲军舰动向的中国人员，
因此，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局最近也加强对菲律宾执法单位进行反间谍训练。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防御能力仍然不足。托纳坦言，目前菲律宾境内不少军事设施的防护加固程度不够，如果面对中国庞大的远程导弹库存，整体生存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他也指出，北京近年来不断扩大区域影响力，反而激起日本、菲律宾、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民意更加倾向与美国合作。随着苏比克湾逐渐成型，美军也试图释放一个清楚讯号，中国的灰色地带骚扰策略很难动摇美国维护印太安全格局的决心。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